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， 我是艾丽。近期，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三胎政策，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。那普通中国老百姓对这个政策的看法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到位于江西省的南昌市，来听听路人们对此的看法吧。最近出来的那个三胎政策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有听说。你们能不能向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这个政策是什么？就是国家允许生三胎嘛。就之前不可以，对吧？对啊。之前是开放二胎嘛，我们那个时候90年代只能是一胎，长大了20来岁二胎，快奔30了三胎。那如果超生了怎么办？当时超生13000。我是罚款了8000，我是二胎。你也罚了？你是二胎是吧？三胎政策就是可以生3个小孩子嘛。那之前我们是不可以生的吗？对，之前一家就1个了。也有生2个的吗？有生2个要罚款的。你有没有认识的人被罚过款？我家就是啊。你是超生了是吧？这个政策的话，大概就是国家比较鼓励生三胎嘛，就是会有一些优惠政策吧。你知道有哪一些优惠政策吗？我只听到说有补贴钱，就只有听到这个。三胎政策不就是国家开放三胎，鼓励三胎嘛？最近出来的那个三胎政策，你有没有听说啊？没有啊，就是现在可以生3个孩子了，那个政策。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最近呀，我真不知道啊。我阿姨她最近生了3胎，然后就听过有这个政策，但不是很了解。所以你阿姨没有被罚款是吗？没有，他们好像还说好像还有奖励。奖了什么？奖了5万块钱，好像是说有。但我只是听他们说会有这种奖励，但是好像我没有听我阿姨去领，好像是我们村里的支队好像是会奖，然后至于会不会我还不知道。那你觉得为什么现在要开放这个三胎呢？人口老龄化呀。这可能是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规划，跟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有关系。国家觉得那个老龄化比较严重了嘛，慢慢的再过几十年，可能国家老龄化就严重一点，可能生育率在下降吧。反正大方向上肯定国家是有他的思考嘛，他考量肯定是对的嘛。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，三胎，我们现在1胎还没生出来，2胎压力还很大，3胎想都不敢想。针对这个人口老龄化嘛，现在小孩子出生人口也不足嘛，所以说国家针对这个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出台这个政策嘛。可能是现在人口老龄化严重吧，需要多一点那种青壮年这样的。我觉得目前因为我们国家的话，它现在老龄化比较严重，然后现在的小孩子的话也正在成长中，就像我这种，就既不能工作，就还要靠家里养的，所以三胎的话是为了之后的老龄化就是做准备，我觉得。因为现在老龄化特别多，然后现在那些发达地区好像没有什么人愿意生小孩吧，所以这个三胎政策就出来了。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发现年轻人不愿意结婚，生育率降低了，所以他们急了，想要开放三胎政策。我们做房子嘛，然后我们也是卖房子的，房地产啊，打下广告是吧？就是有些人买了房子空在那儿没人租啊，所以国家会出一个这样的政策出来，多点人口是吧？对，再加上现在国家的出生率太低了，国家在担忧以后没人养老就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嘛，像00后，他以后结了婚的话，那就是养四个老人加小孩了，对，压力太大了，所以国家考虑到这方面嘛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原因就是现在人口的话在下降嘛，现在要稳定人口的话，就是开放三胎嘛，对吧？新闻一出的时候，你身边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身边第一反应都是生不起嘛。没什么反应吧？没什么反应的。我们都是学生，你们还是学生啊。1胎我都生了，已经很不想生了，不要说3胎。我家里面是比较那种传统的那种思想，儿子多一点无所谓就是儿子肯定要多女儿不能多。为啥呢？传统思想那肯定是重男轻女解释一下，对，为什么要重男轻女？那是5000年来的这个传统思想的。就是男生有什么好呢？就儿子有什么好的？儿子有什么实用的价值？说实话这个实用价值其实肯定是没多少。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，上一辈人都知道养儿还不如养个女儿。为啥？
儿子不是养儿防老吗？防个那个锤子我就不说。现在的儿子的孝顺呢，说实话的确是不多啊。女儿经常是逢年过节买些衣服啊，买些什么的啊，关心父母方面是绝对是比儿子要多很多的。好像说没有很多人想生的。很高兴的，可以生3胎了是吧？对啊，他们基本上就是不是很想生，不是很想生，因为压力太大了。因为之前的那个政策都是说只能生1个或者2个嘛，如果你现在要让他们生3个的话，可能很多受高等教育的人，他一般其实是不愿意的。还有就是抚养的问题，以我们这一代，我们是独生子女，说让我们生3个，那我们下面要生3个，上面还要养4个，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压力太大了。身边人没有多大反应，但是我看网上反应挺大的。你能不能说一下网上是什么反应？网上就是年轻人说啊，这个内卷的世界，对吧？工资又少，天天忙工作，哪里有时间管家庭？哪里有时间结婚？哪里有时间生小孩？都想生，响应国家。都想生3个是吗？对。别人没有生到儿子的那紧生。那你自己的反应呢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挺好的，怎么好了？就是以前就是想生，然后政策限制不能生，然后现在放开了政策，想生的可以生了。感觉都一样吧，生2个生3个都一样。不怎么赞成3胎吧，因为2胎都压力挺大的，你再加1胎的话压力更大了。虽然我单身。我听说之后啊，我觉得我压力好大，3胎、2胎我都不想生。你是生了1胎是吧？对。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就是现在的确是要开放了嘛，因为现在是不单是这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问题，而且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一个问题，那也会引起一些这个男性年轻人的犯罪率上升，会上升。那你自己的反应呢？就是你自己当时听到这个新闻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？关我什么事情？我可以说脏话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不行。1胎都没生，怎么生3胎呢？我的反应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吧。我不会生。那不是都想生吗？我不会，我只会生1个。你不是响应国家号召吗？我觉得太累了，养不起。没有反应啊，一胎、2胎、3胎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觉得没有区别啊。我的反应是没反应，因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我觉得还好吧，因为我是个不婚主义者。哦，是吗？为什么选择不婚？我不想被家庭伴着，不想当家庭主妇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结婚之后啊，很多东西都要共同负责。我觉得一个人可能生活得更快乐一点。你现在还小嘛，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你不担心你家人会催你吗？不担心啊，我妈也很支持我，她说你快乐就好。真的吗？是的。哇，你妈好开明哦。对。假如说以后你们结婚了，你们会考虑要几个小孩子？你先说吧。2个。2个那你呢？我也是2个。哇，合拍。养得起就一直生。我不想生。你不想生？为什么？痛。假如说你不愿意小孩，但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配偶的父母很希望有，那你会怎么办？可能会生1个吧。如果说是生1个的话，你们会更希望要男孩还是女孩，还是无所谓？肯定。为什么？这还有什么为什么？这肯定是要男孩的。对，能不能说一下理由嘞？这理由应该都知道吧？就是传宗接代啊。1个或2个。希望是儿子女儿各1个。要1个吧，他家独生子的。至少要1个。其实我们来说，因为一个人长大的，你觉得有2个是最好的。有2个。从小有个伴嘛。终于知道你的真实想法了。所以你女朋友还是老婆是不想要2个的，对吗？两个压力很大呀。但是这个实际还得看自己的经济情况嘛。有压力那肯定就不要，养不起你生他下来干嘛？这个美女你会生几个？我1个都不会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痛。假如说你的老公想要生，那怎么办？不可能的，不结婚。我自己我的打的也要生3的，因为3的是最好的，3的为什么这2个儿子1个女儿是最好的？如果你以后结婚会考虑要几个？1个。男孩女孩？
都可以。小孩肯定是要生，但是具体是怎么生是另外一回事情。要孩子，如果结婚的话，那肯定会要孩子。会要几个？最多了，最多2个啊。那对性别有没有要求？就是女孩还是男孩？女孩，2个都女孩。那如果最好的话，龙凤胎比较好，一下子搞定是吧？对，会考虑吧，但我觉得3胎有点太吓人了。一个呢？一个我感觉小孩子可能会有点孤单吧，但我觉得生孩子这种事情的话，一次就够了。我现在肯定是觉得不想要。为什么？肯定很疼。那你会考虑生3个吗？会啊。3个有性别有要求吗？男孩女孩？男的女的都可以啊，我养得起啊。会。考虑要几个？1个。男孩女孩？随便吧。你刚刚说你会考虑要1个嘛？但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公婆，未来公婆想要2个、3个，那你会怎么办？如果他们非常非常的坚持，我还是只坚持我自己，我就最多就是生2个，我觉得3个没有必要。我不会考虑生。那他们会坚持呢？坚持我也不考虑生。生了父母会养，我爸妈说的，给我生儿子，老头子来养，老头子养。我不会考虑生，因为我要考虑到我现在自己的经济压力。所以说他们是想我们生，但是问题是生下来的孩子是属于我和我老公的，对不对？那责任在于我和我老公，而不在于他们。他们呢是会帮我们，多多少少会帮助我们，但后期的压力还在于我们年轻人，对不对？因为后期的话，老人也需要我们赡养啊。如果我还没到达我想要的那个能力，想要生2胎的能力，我是不想去考虑2胎。你会考虑生1个吗？生1个会考虑，生3个不会考虑。你刚刚说会要2个嘛？那假如说很不巧，前面2个都是女孩，那怎么办？还要生吗？到时候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，包括我的老婆啊，包括我的父母。你会征求他意见？对，到时候是会包括再考量自己的经济能力那一方面。那假如说你的父母，他想要一个孙子，但是你们的第1胎不巧是个女儿，那怎么办？我想生就生呗，那他们想生让他们生去。后面再商量吧。后面再慢慢商量是吧？假如说你这3胎都是女儿，然后你的公婆或者是你的父母想要一个外孙或孙子，不可能，来个4胎好不好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妈应该不会逼我，婆婆不知道，但是不会，绝对不会生4胎，死都不会。假如你婆婆逼你，或者是你的离婚绝对。假如说你的配偶他想要生，但是你又不想生，那怎么办？代孕不就好了？那假如说第1胎是女儿，但是你的公婆或者是配偶他坚持说我想要一个儿子或者是孙子，那你会考虑吗？不会，关我什么事？要是自己生去。你呢？自己生去，现在不是公鼠可以繁殖了吗？可能也不远了吧，男性繁殖。不会，我跟我男朋友都说好了。我男朋友的话，他说他家长会随他的，然后他自己的话，他随我。如果3个都是女孩，你会想要生一个儿子吗？想啊。那再生4个喽？对啊。那罚款呗？罚款就罚呗，我愿意啊，我要生一桌麻将。如果说第1个是女孩的话，根据经济情况来讲，可以考虑2胎。我应该不会想生了，我觉得1个就够了。1个就够了，你也是吗？我肯定是越多越好啊。会考虑要3个吗？不考虑，绝对不会考虑。假如说就之后你的公婆说我帮你养，我给你钱，那我也不乐意。在中国，你觉得养育一个孩子要面临哪一些挑战？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花钱的问题。养一个孩子起码要花100万。从出生到大学吗？对。那结婚要不要帮他们买房子？对啊，这都是另外的问题了。还有肯定要好好培养他呀，你上兴趣班什么的。对，兴趣班什么的，可能是现在内卷这么严重，从小得培养他。你可以解释一下内卷吗？恶性竞争就可能别人干什么，你就比他做得更好一点，就是小孩子被恶性竞争。如果你们生了小孩，你会让他们去上兴趣班是吧？我觉得我应该会，就培养一个兴趣，觉得是挺好的。你会想要培养什么兴趣？就一技之长的话，可能是向艺术方面发展吧。具体是什么，那看他个人兴趣。你呢？男孩子吧，我觉得男孩子会一种运动比较好吧。我女孩子的话，可以偏
这种文艺方面的。生男孩建设银行，生女孩招商银行，这都老话了。啥意思？生男孩建设银行投资啊。啊，那为什么女的是招商呢？招女婿啊！你江西这么出名的彩礼，你这个你肯定知道的呀。大家说到江西都会说哇，江西的女孩子娶不起啊，这个彩礼太高了。你们那彩礼多少？就是18万8嘛。那还算低的我。这边南昌其实不算很高。8亿高。我们那也很高。有一些那种40-50万的呀。对，我们那就是40-50万。也经常听说。我想转户口到你们那去。来，你这个40万能出吗？我们这都是你给多少，然后女方就双倍还回来的，看他还得起吗？还得起不？那我们那没有这个还的哦，你要到乐平来就不还的哦，对吧？还的哦。就开始上学说吧，从教育，然后费用是吧？对，现在的小孩都是兴趣班挺多的，对吧？不像我们小时候就只是上学而已，现在各方面都要发展。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你觉得养孩子的有哪些挑战？费钱。你好直白呀。唯一的挑战就是经济压力啊！你想要小孩子优秀就要花钱了，你想要小孩子不优秀就不用花1分钱了。压力太大了。比如说，你怀孕的时候，你需要花钱，你要去产检吧，因为你要生个健康的宝宝。生下来你总要养他吧，养他前期奶粉钱、尿不湿钱总要有吧，就算奶粉钱你不用吧，那尿不湿钱总要有吧，穿衣打扮总要有吧，吃总要有吧。你给啊？我给。你是谁？我是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是老朋友，老同学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不认识了，不记得了。这是开玩笑的是吧？挑战肯定是很多了，困难很多，主要是这个抚养孩子的费用啊。更主要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，这个教育问题是第一重要。在一些2、3线城市的话，可能还好一点。你要是在1线城市的话，你那孩子要是没有那些学位啊，那弄不到那个公共的那个学校的话，负担是很沉重的。假如说你生了儿子嘛，那不还有个彩礼的问题，买房子的问题吗？我说了，我这边的彩礼是30-40万，这是真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是生2个儿子的话，到时候要给2个儿子买车买房，我要干到70岁。那你们那有没有就是因为支付不起彩礼而娶不到老婆的人？有，你身边有吗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！开玩笑，这不是来了吗？这不是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。哦，这个是吧？看错了。如果说你一个人的话，既没有高学历，没有一技之长，娶老婆真的是比较难，50万都娶不到。你这几样没占一样的话，你50万60万你娶不到一个老婆。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要面临哪些挑战？你觉得？首先，花钱啊，小孩子干什么不要钱？小时候奶粉要钱，尿布要钱。长大了之后，幼儿园、补习班、小学，对不对？你想让他上一个好点的高中，你还要去找关系，花更多的钱，对吧？你还要很多时间去陪小孩，要教育小孩，是不是？首先就是带孩子谁来带的问题，然后就是养孩子经费问题，然后教育孩子，教育是一笔大的支出。教育问题啊，现在小孩子上学学费很贵的。最重要的是小孩子的一个教育吧，家长还是挺抓教育这方面的。你会想要让你的孩子上什么兴趣班吗？会的，我希望他学跳舞。假如是女孩是吧？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。男孩跳什么舞？街舞吧，我挺喜欢这个的。哦，你看起来也有点那个风格。挑战那当然是经济啊，我觉得养孩子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，因为在养孩子过程中是有很多困难的。就是我发现养孩子的话，就比起生孩子来的话，养孩子更难，因为把他教育成一个正确的人，对社会有用的人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事情。我听说了哈，读到大学至少要100万哈，没有100万先不要生。一个吗？对，培养一个孩子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我身边就有这样的。就他们真的花了100万是吗？对，而且花100万培养好的还好，如果说培养不好，教育的不好，那还是一样的。如果是男孩子结婚什么的还要彩礼，对吧？对，还要买房，还要车，哎呦天哪！就生男孩子可能要费点钱，费什么钱？就是要给他准备房啊、车什么。但是我个人感觉，
可以让他自己发展他，让他自己成为就是自力更生啊。一个是学习、教育的嘛，然后医疗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父母的时间吧，然后我觉得都挺困难挺大的，我觉得。你觉得大多数年轻人是愿意生小孩的吗？我觉得不愿意。我觉得大多数应该会想要小孩子吧，然后不要小孩子也有，也不是说不正常，但是也很正常。现在这社会对吧，挺难的。普遍不想生。我也感觉普遍不想生。你觉得为什么呢？我感觉现在大部分人都可能都会有点晚结婚。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蛮愿意生的。那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愿意生孩子的多吗？不多。如果多的话，国家的那个生育率就不会下降了。你觉得为什么？压力吧，因为你看，就是说现在房价高，教育孩子那各个方面都需要钱呐。现在除了呼吸空气不需要钱以外，真的啥都需要钱。就是你身边人都愿意生小孩吗？不愿意。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？这个小孩生啥小孩？对啊，我刚自由2年，要生小孩，怕不自由。对，这是女孩子的想法，还是一般是男孩子？女孩子多一点吧。应该不愿意吧。我身边就有挺多不愿意的。是不是连结婚都不想结了？对，确实。对，确实。我觉得作为女人应该都会愿意生吧，做母亲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啊。目前我听说我旁边的人恐婚恐孕，是真的，就大部分还是不太想生的，不太想结婚，不太想生小孩。反正我最愿意生3个，因为3个最好的。你身边人呢有没有说过他们的想法？就他们会想要生3个吗？因为现在什么生活压力大了，有些人甚至不愿意生。但是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。为什么？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，留在这个宇宙中，总要留下点什么。自己唯一留下东西，在这世上走动，也自己心里也是一种开心。所以你觉得，如果说一个人生了一个孩子，对他来说，这也算是他人生的一个意义，对吗？对。你会让你的公婆帮忙带小孩吗？那肯定的呀，因为我平时也要上班，我也没有时间，要不就是公婆，要不就是请保姆。请保姆就很贵哦。那没办法，我要上班的呀，我不可能是因为小孩子去让我自己没有工作而已。如果考虑好了要生，那两方我们2个就要空出时间，一定要陪伴孩子，也不是说全让父母带，一定要有自己的亲生父母陪伴的。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工作啊，没有时间。对。那会不会担心公婆跟你的教育理念不一样？会。那你如果遇到这种问题，你会怎么解决呢？尽量去磨合吧。还有就是会不会担心婆媳问题？会。有没有碰到过？就身边的人有没有抱怨过这种问题？有啊，很多。可以举1-2个例子吗？就比如说我同事，他就觉得他自己生了孩子之后就觉得都是他自己，婆婆白天带，但是晚上他下了班就是孩子给他，意味着他除了上班下班要带孩子，就觉得非常累。所以说带小孩我觉得这是很难。我觉得就是还小的时候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会让他们帮忙，最主要的来说是因为生孩子就是为了让自己抚养的一个过程。考虑我目前的经济情况的话，如果是现在要生了孩子的话，那肯定是先有父母带，自己带在身边的话，至少是已经损失了一个那个劳动力。那父母带孩子这个现象在江西你觉得普遍吗？很普遍。在整个中国的话都是很普遍的。会。为什么？我可能生性自由，不爱约束，然后小孩子给公婆带挺好的，我觉得。自己就有自由了，是吧？对，然后以后读书的话再接到自己身边来挺好的。那如果说带的话，肯定是要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会不会担心婆媳问题？不会。万一处不好怎么办？处不好，老公的问题。父母会过来带一下，毕竟自己也要上班嘛。那会不会担心在教育理念上有分歧？我爸妈听我的。忙的话，可能就会让他们带一会儿，都会主动会帮你吧。这种事情，我觉得看家长愿不愿意吧。就愿意的话，我觉得都可以的；不愿意的话，就自己带也可以。会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自己有条件的话，自己带。为什么？因为教育好啊。对。所以你是觉得想要自己带，你是想要让公婆来带？对。他比较事业心。没有。想要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，对吧？对。
要看我工作忙不忙，工作忙肯定要带不了。哎，你直播是直播什么？卖什么产品的？还是我卖产品啊？是关于什么的？户外各种的，就是聊天的那种吗？对。粉丝有多少了？现在200来万吧。这么厉害？那你们在干嘛？你觉得现在是男生更不愿生，还是女生更不愿生？女生。你觉得？女的吧？为什么？我自己这样感觉的。那你觉得为什么呢？你是女生，说一下为什么？因为我怕疼。可以剖腹啊。有疤是吧？那太丑了，太丑了，太丑。你觉得不愿意生的男生占多还是女生多？女生占多。你觉得为什么？生孩子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出发，因为对于小孩子的话，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吧。那你身边的女性朋友有没有说过，说不想生孩子，甚至不结婚的这个想法？那目前还没有。你觉得不愿意生小孩的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？那肯定女生多。为什么？男孩子怎么可能会不愿意生小孩？又不要他生是吧？对，又不要他生。男生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现在的男生都不喜欢负责。哦，那你哪来的感觉？就是感觉身边好多渣男。女生多，其实男生的话他们都喜欢生。你们喜欢生吗？我们还小，没我们这。那你们小，我们也小。还未成年呢。重点是不要他们生啊，你们生呀。不是，关键是男生他们都想多生2个嘛。为什么呢？1、2个无所谓的，有些。对啊，你看，对啊，不像我们水帘洞，生1个就好了。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女的生孩子，牺牲是比男的更大的。她要牺牲工作，牺牲时间是必然的，还可能面临很多危机。所以说，女的结婚生孩子，比男的承担的风险是要更大的。女生更多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一个是我听过一个，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以后的想法，但他们现在给我的反应就是他们不愿意，就是小孩子不愿意生，然后婚也不想结，就是可能有各方面的因素吧。一个是怕约束，然后第二个是怕遇不到好的以后婚后的问题，像这个比较多。肯定是女生啊。你觉得呢？反正我是想生的。反正你是想生的，你觉得为什么是女生？比较怕生小孩后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什么的。能举1、2个例子吗？产后要照顾小孩要花很多精力，包括还有就是生完之后还要又恢复工作什么的，我感觉这个问题蛮大的。要看吧，有些是男生，有些是女生。但是作为女生的话，她是生孩子的一方。作为我来讲，我不想再经历过那次鬼门关了。你老公有没有说过，有没有表达过他想要再生1胎的愿望？想是想，但是我说，生了我就要我再经历一次那样子的痛苦，我不想经历。那他也理解了吗？慢慢的在理解吧，在理解中是吧？对。我们常听到说，女人不生孩子，人生不完整，认同吗？肯定是不认可的，因为生不生孩子是看个人的意愿的啦。但是如果说家里是独生的话，然后自己又不生的话，对于父母来说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孤单一点。但我觉得，就自己路还自己走吧。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选择吧。其实女孩生不生，我觉得可以理解。那假如说你未来的老婆说，我不想生，你怎么办？你会支持她吗？还是会说服她？这个生的话还是要生，我觉得。不认同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女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，孩子是2个人的东西啊，又不是女孩子1个人的东西。你认同这句话吗？认同。你也不认，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不是啊，女人不生孩子也可以很完整的，她有完整的生活，对吧？她可以用不生孩子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去更加完善自己，比如报瑜伽班啊什么什么，她可以学习更多，让自己活得更优雅。就是你会不会担心，比如说日后没有陪伴，不会啊，会孤独？不会啊。你要说就是不生小孩，老了没人养的话，你不生小孩省下这些钱，够你过下半辈子了，对不对？存起来是吧？是啊，够你过下半辈子了。然后老了没人养的话，有养老院，你觉得老了孤独的话，就不是还有那些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吗？对不对？现在有些人老了也还是没有孩子的陪伴，
对吧？孩子都在忙工作，也没有时间陪伴你。这种观念其实就是从男人那边来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父权社会嘛，对吧？他就是要女人给你生孩子，给他传宗接代嘛，所以他觉得女人不生孩子是不完整啊，你肯定要结婚生孩子啊，给谁生孩子？给我生孩子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。没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很有道理。很有道理？为啥？因为每个女人都必须要至少要生一个孩子吧，那属于自己的宝宝多好啊！肯定啊，这还用说吗？所以你是认同的？我是认同的呀，我巴不得马上生一个。那现在有对象了吗？没人要。有对象了没有？没人要。说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比我能赚钱的。那除了那个刚刚你说经济能力比你好的，还喜欢什么样的？活好的。不认可。我觉得人的价值有多方面的吧，生孩子只是一个方面。不认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有他自己想做事的权利，他有权利就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，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。没有人就是说一定要生了孩子他才完整，想生就生，不想生就不生，这个是他自己的自由。我觉得看个人想法。现在这种社会这么就是思想都这么开放，然后你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，你自己想法最重要。你说实话，他不想生，谁能逼着他呢？那假如说你的就是他未来他忽然就跟你说，哎，我就一胎都不想要，你能接受这个吗？还是会去商量？他扛揍吗？啊？扛揍吗？扛揍。哦，晓得你真实想法了哈，唐才。好，那个对于刚刚那个观点，你认同吗？暂时还没有深刻体会，因为我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，就是我思想上是允许一胎的，就一胎叫什么，特别是他家独生子，我从开始就知道他家情况。不，我不觉得。怎么说？谁说女人就是生育小孩子的工具啊？只要能够独立的话，其实有时候不结婚也是可以的。除非就是说家里人会担心嘛，但是你真的就是有能力买房，有能力买车，有能力养活自己的父母，其实没必要说一定要结婚，你想结也可以，不想结也可以。我看到很多的抖音啊，或者很多都有很多这样的讨论，就说没有生小孩是不是女人就不完整？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，因为每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不一样，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追求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都是可以的，并不是说生了孩子他就完整。不生小孩，或者说他有自己独立的其他的追求的目标，只要他觉得快乐开心，我就觉得很好。好，对于以上的回答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那就请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